好，政治是一时的，父母是一辈子的，子女也是一辈子的。赖瑞荣说但是呢，持续的政治路全力以赴。哦，那天一大早你就告诉我说，赖瑞荣下午2点半开记者会，他要退选了。我怎么可能？他不会退选的啊！好，那么柯志恩说，我早知道他不会退选。民进党各候选人背后都有派系，就是你就想也由不得你的。这个演戏的人要散，看戏的人不散。不可能的，而且跟我演技还想继续演呢，才刚开始上场而已啊。高雄市长民进党有4个人初选会登场，柯志恩说邱毅人跟赖瑞荣2个人竞争最激烈，大概这2个人机会最高了。陈水扁现在全力挺邱毅人啊，而且就只有邱毅人能够继承陈其迈的这个施政的理念啊。我们看一下，那未来我们所有事情也会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最优先考量，也谢谢孩子的母亲啊哈。与受害同学的家长达成和解，民进党立委赖瑞荣的子女惹出霸凌风波顺利落幕，但是否会放弃争取市长提名？竞选是一时的，政治工作也是一时的，但是为人父母是一辈子的。未来我一样会持续的哈，在我的政治路上，把每一件事情来全力以赴来做好。坚持政治路，全力以赴。同党3位竞争对手谨慎面对，林岱樺拿起手机照稿念。孩子的妈妈追求事实的真相，不卑不亢的态度，宽恕包容的同理心，确实是让人家动容。这件事情，赖委员也展现了充分的诚意哦。那让亲自跟这个女童的家长见面，我想这一点必须对他予以肯定。瑞荣已经展现诚意致歉，也已和家长和解。我认为这件事就不需要再过度延伸。现在最重要的是辅导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毕竟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就在下个月，赖瑞荣头都已经洗下去，哪有可能说退选就退选？民进党候选人他背后都有他的派系的一个支援。我们高雄这个民进党的看板，但已经挂了1年了，大家看了1年了，你知道这看板一挂上去都是烧钱的啊。选举是一回事，选举不应该是把自己的家人给牵扯进来。风波对赖瑞荣实质影响有限，绿营初选战局再次回到原点。民进党从成立之初到现在走过这几十年来其实它一直有一个隐含的对抗，就是而且现在又开始变得很明显，就是新潮流系跟反对新潮流派系的对抗。那这个格局呢，本来在高雄这个市长初选，因为有4个候选人因为还有林岱樺这种孤鸟型的，所以本来还不是这么明确。可是就在这个非新潮流的派系呢，就是我们或者讲目前叫做泛英系好了，他们都集结在邱毅营的阵营，而赖瑞荣又爆发了他的小孩在学校有霸凌同学的这个事件之后呢，现在看起来的对决就是柯志恩一语道破的，就变成又是新潮流系跟反对新潮流系的斗争。那当然，在高雄这个地方，因为有陈菊的长期执政，好，那陈菊呢是民进党新潮流系南流的大佬级的人物、大姐级的人物所以整个新潮流系力挺的这个菊系人马的赖瑞荣，不可能让赖瑞荣退选啊，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特别我觉得他这个孩子的事件呢，因为有被这个霸凌的家长出来表示说，你赖委员你的道歉我们能接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呢，所以从他在派系力挺的政治背景来讲，他们一定要赶快把它翻页。那我认为就民进党的激烈争斗的这种情况下，他还差不多有1个月的初选期间。那么现在如果集中在新系跟反新系的斗争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呢，斗争的会非常的激烈，而赖瑞荣的孩子的这个风暴呢，未必会成为主要斗争的话题。但是如果初选过后，如果赖瑞荣经过这个事件，他还能够撑得住
展现出来在高雄市新潮流系的力量。他被提名为候选人的话，他的这个议题，我的判断对他的大选是不利的。老沈，主持人，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五第一次讨论这个案子，那你把它讨论的时间说得很短，我们起码有10到15分钟，但是说得很短，因为在座的来宾都反对谈尤其有人，因为我讲的最多，因为我多嘴。但是甚至有人认为我不应该讲那么多，讲到教养啊，讲到基因啊，讲到什么，讲了一大堆。他们都说儿少法保护小孩，不要碰，不要谈。现在如果你把礼拜五的带子再重新拿出来重播一次，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事实证明我的态度才是正确的。那我如果是赖瑞隆，我觉得赖瑞隆现在如果失去了初选，我觉得他是自己要负这个责任。为什么？如果是我的小孩子这样的话，我有几个方法跟他处理方法不一样。第一点发生到完全浮到台面，时间拖太长了，1个月拖太长。第二点呢，这1个月里头，他完全到底有没有管？他是派他老婆去面对嘛？他老婆显然处理的不够到家，也不够干脆利落。第三点呢，他把小孩子这个霸凌人家的事情的解读我觉得就是拖泥带水的，连他是小孩，就是除了霸凌以外还脱裤子，而学校把脱裤子案件送到性平，这跟性平有关吗？我礼拜天在全职的节目里头，我问在座的来宾，这跟性平有关吗？跟性平有关吗？没有一个人说有关，但是大家都很安静，跟礼拜五一样。礼拜五我们节目里头，大家除了你跟费老以外，大家都很安静，就是不能碰，不能碰，不能碰，能够不能碰吗？还有再下来一点，如果是我不会把我的小孩转校，是加害人要转校，还是被害人要转校？就是我觉得让加害人、被害人仍然每天见面，但是能够化解这个疙瘩，才是正路对不对？但是他爸爸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给一个小孩子好的教育环境。这是不好的教育环境吗？其他的小孩怎么没事呢？对不对？是环境不好呢，还是小孩子有问题呢？小孩子有问题的，是不是家长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呢？我觉得那种处理这个小孩子的问题的无能的掉那个眼泪然后他说小孩子就是爸爸对不起你，然后现在比赛后的你拢怎样归回啊？基本上拢怎样归回啊？所以那个小孩子也会跟他讲说：“爸爸，我对不起你，你对不起爸爸，你知道就好。但是如果你爸爸没有在选举的话，你的对不起的成分没有那么高。这个已经掺进很多政治成分里头。Let's face it， 我们面对，不要为善。”志涵。我蛮认同大佬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霸凌的行为，小朋友的行为，当然不要过度的去解读或放大，也不要用太多的政治的东西去掺杂在里头。那相较于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绿营的一些政治人物，很喜欢给人家肉搜霸凌，而且造成全台湾的风气其实非常败坏这件事情。我也希望绿营的这些有志于从政，或者甚至是当这个县市首长的人，都应该要来好好的检讨，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政治风气，乃至于整个校园霸凌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透过这起的事件，如果大家可以正视到这个校园霸凌的情形，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但第二个点是我认为赖瑞隆的危机处理确实有问题，他把整个事情拖延了这么久，然后出来呢，在这个泪洒镜头前的时候，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非常的虚伪。为什么？因为他口上说把所有的孩子的这个的权益的照顾放在第一位，可是我们看到对别的孩子，他们真的有放在第一位吗？还是就这样拖延？我们都知道这个霸凌的状况其实是会影响小朋友终身，都可能会有这个终身的遗憾。所以这样子的危机处理，不管是在镜头前的或镜头后面的，都难免是让大家打了一个大问号，有一些质疑。那么另外第三点，我觉得特别要注意到，今天赖瑞隆说政治是一时的，父母是一辈子的，我觉得这就回避问题了。这某种程度上是在告诉小朋友说，好像你没有错，是爸爸妈妈的错，是爸爸妈妈从政，是因为选举的关系，所以才导致了这样子的结果。但真的是如此吗？这样子的说法对于矫正小朋友偏差的行为真的有帮助吗？我觉得这真的要想一想。梁永平，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从小孩子的角度呢，他其实需要有比较正确的引导跟教养。
哦，那这个问题他需不需要跟现在他这个霸凌的同学分开呢？如果不是转校的话，我觉得隔开班级其实是比较好的。那至于赖瑞隆哦，我觉得他如果不是要选市长哦，市长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他是大家长嘛。那你是一个大家的大家长，你连自己小家的家长都做不好，那这个伤害力当然很大。休息一下再回来。TVS 民调哈，不管绿营派谁出战啦，蒋万安都大幅领先。不过王世坚还是最强的哦，虽然落后24%是最强。你看哦，55比31、24。如果是吴怡农61比24，哇，这差得远了哈。然后呢，郑丽君也是24、62比24，更糟。蒋万安、沈伯洋64比22，蒋万安对林右昌65比19，所以蒋万安全胜啊。哦那不过啊，年轻人这个蒋万安要注意的，20到29岁，王世坚48%，蒋万安只有31%。哦，所以对年轻人大概觉得王世坚不管怎么样好笑啊，反正不管怎样，年轻人哦，这个而且在这个1年前王世坚也赢蒋万安，所以王世坚而且但越来越高，蒋万安掉的不多，但是王世坚上升的很快哈。那30到39岁的这个基本上是51比40，蒋万安赢的多一点哈，但是年越高哦赢的越多，40到49是60比30，赢30%，50到59是56比34，也赢了这个22%啊，然后到了60岁以上，那更是63比20，哦哇，蒋万安真好，这个，所以呢，年纪越大越喜欢蒋万安，年轻的喜欢王世坚。哦，所以这个要注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另外就是区域啦，每个区尤其在内湖南港，哇，蒋万安赢很多哦。士林北投，大安文山赢31%，但是中正万华只赢10%，而且王世坚他没有宣布参选哦，宣布参选会更高。而且王世坚是中山大同他还不是中正万华，他是蒋万安赢18%，但是中正万华因为中正本来就比较绿了哈，比较绿的地方了哈。好，那么。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选市的时候，经过这个大概万华区吧，居然有人从楼上东西丢下来砸我在宣传车上来。哦，那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好，我们看一下。你不想你都可以。这是在帮王世坚宣布参选市长了吗？民进党议员参选人陈胜文4年后卷土重来，改变战略，合体人气王王世坚。现在没有母鸡，对于我们地方的市议员候选人来说，不管是现任或者是新人，我觉得都会相当的有一些焦虑感。现阶段我们会自己去寻找一位可能他的知名度比较高的，那共同来合挂看板。想靠王世坚的高人气拼出线，跟陈胜文有同样想法的不止他一人。吃饭吃到一半，把握时间拍定妆。影片中除了陈胜文，还有中山大同区王世坚钦点的接班人服务处主任赖俊汉。另外，松信区也有前议员吕莹莹。我祝我的妹妹莹莹选举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委员对我就像我的大哥一样啊，他也把我当妹妹。在这议会的4年，还有我离开议会之后，很多的选民服务，他也都承接来办理。这绿营的服务处，同时也是王世坚的服务处。另一头子弟兵怎能输？合照看板高挂街头，对比另一侧的朱正奇，孤身一人。王委员就是我的母鸡嘛，那当然大家都很期盼他能够出来为更多人来服务，而且他是最了解我们台北市政的男人。王世坚嘴里说台北市长这一局没有他的事，不过子弟兵们的动作似乎又是另回事。好，那么现在王世坚很红哈，议员的参选陈胜文要跟王胜文挂一起看板哈，赖俊汉也要跟王世坚挂一起，吕莹莹也要跟王世坚挂一起哈。那不过到现在为止，真的积极表态的是吴怡农啦哦，他说蒋万安辉达功劳要设在什么士林那个地方，完全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啊？哦，来怎么看这个志涵？
我觉得王世坚他其实蛮会操作那个破窗效应，就是说他可能很会扩圈呐。以前他在议会质询柯文哲市长的时候，其实他就会用很多道具，然后呢，他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 tempo 嘛，然后呢又很直接。他不只是对党外的人哦，讲话是非常的，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 tempo 跟他质询的节奏。那甚至对他党内的人的批评，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很多人看了会叫好，像是他过去在那个大罢免期间，不管是针对柯建铭或者是说那个沈伯洋，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提案跟举措，他都直言不讳的在他们的中常会之后呢，直接把这些问题点出来，希望大家其实不要这么多的政治口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样子的特质真的可以吸引到蛮多人。那蒋万安市长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也是一个以和为贵的人哦。他不管是在年轻的族群，或者是这个年长者的族群，他跟柯 P 相对来说有一个我觉得蛮明显的差异，因为他非常非常有礼貌，他的那个礼貌呢，其实大概我觉得他很难有恶感啊，所以我觉得综合平均起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蒋万安市长他继续的连任之路可以说是没有挂碍的，反而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到底未来要推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讶异的是，民进党到现在推不出一个比较明显具有实力的一个战将可以出来战台北市。那虽然吴怡农呢他自己想要请缨上阵，可是看得出来各个派系之间好像没有要推他的意思，所以难道在台北市这一局弃守了吗？这个对于未来的2026到底哪一区会是这个重头戏，我觉得很有看头。上次民进党推黄珊珊，这一次呢没有了。我们目前审慎的评估，我们审慎的评估，这一次可能因为他有停权的状况。对对对。那你觉得台北市议员怎么看？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民进党的台北市长要提谁哦，感谢大家的关心哦。然后刚刚看到有这么多人选都纳入民调里面呢，可见我们也是人才济济啦。那你说，当然接下来到底是要派谁出来选哦？那我觉得当然在台北市这个地方，当然因为是首都，所以重中之重哦。那现在当然不管是在民调上面，或者是大家看到说已经有一些这个想要有意参选的议员哈，他们要跟王世坚挂看板也好等等的，我想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他自己的强项。那确实，因为世坚大哥在我的选区嘛，那他现在其实他出场的时候都已经会有配乐了，他出场的时候后面就会播放他的神曲哦，所以确实是效果就是效果十足啦。然后现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王世坚要来了哦。那但是当然这个参加选举哦，台北市长的选举，那你说其实之前我就曾经在这个节目也讲过，我自己认为在首都市长人选要有的特质啦，国际观以及对于地方市政的熟悉度哦。当然，我想现在所有这个有被提及到说民进党有机会出来挑战台北市长的人选，大家在这个部分都各自有这个优势哦。那接下来大家就想说，那民进党现在是不是派不出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我们现在选对会针对需要初选的这个非征召区的都会先处理，所以现在你不管看到包含台南、高雄，接下来都会先进行初选，而非这个非初选区也就是所谓的征召区，在接下来也会慢慢一步一步，我们在过年前一定会提出最好的人选。我看。我现在就是在看台北市，因为台北市议员有8区，然后平地原住民、山地原扣掉是6区。我现在寻找这个监系议员，刚刚已经找到3位了。监系啊，王世坚讲说我是监系，吕怡颖是他以前的同事，他们是同一个质询小组，跟徐国勇。那因为他已经淡出政坛20年了，像我认得，那现在目前在松信已经挂很多海报出来，吕怡颖已经动了至少半年以上了，所以你看他们一起挂。那因为挂得多，TVBS 很用心跑去找了至少3个，另外一个在这个中山大同是赖俊汉，那是他的一个好像是庄脚好朋友的儿子，那他去当立委了，他等于把他的衣钵正统的就是监系的这个弟子就对了，又多了一个陈胜文在大安文山。如果6区都有王世坚推荐的议员，那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市长参选人？对不对？所以其实看起来很像啦。那 TVBS 的那个民调出来了，王世坚是第一，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任何意外。然后呢，蒋万安全胜，我想也不会有意外。有2个点，我想要提供给这个好观众朋友来一起来讨论看看，说，那应该怎么看？就是以现在目前状况看起来，第一个，蒋万安是连任的市长，王世坚跟他的距离虽然还差了20几%，第一个。TVBS 民调当然可能这个偏蓝的民众比较信任，会有一点点机构效应。王世坚如果真的选市长，你觉得他会不会有比这个31%更高的那个得票？如果会，那他是不是最强的人？我认为他是啊。如果他愿意征召他选不选？第二个就是民进党的议员，亮君现在也坐在这边。民进党议员如果对他没有意见，就他当母鸡大家都好的话，
我觉得党中央征召他的几率可能就会提高，因为他本人已经讲过他不要选，理由是说他选不赢蒋万安。那讲选不赢，可是年轻人却赢，所以可能不见得是这一次了哈。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在一直观察的点，就是说，如果王世坚坚持不选，而选对会也真的没有要征召王世坚，有人讲说王世坚是英系是奸系又不是赖系，所以可能不会征召他。OK， 那如果最后都没有他的话，谁是接下来的第二强？依旧还是吴怡农。那吴怡农的那个我讲的议员的议题那个问题可能更大。哦，因为已经有几个议员公开表示说，觉得吴怡农这一阵子没有，过去这2年没有在跑，所以如果民进党的议员哈，我们不要讲小鸡啦，就是说同一天要选举的这个战斗同志们，如果就不希望吴怡农来选市长的话，那他的机会就不会高。我觉得啦哈，王世坚目前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他真的选台北市的话，蒋万安是不是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回防？那国民党当然对于台南跟高雄是很希望能够攻下来。他不管在粮草、在资源、在这个所谓的大咖在辅选的时候，他讨论要回防台北市、高雄跟台南的这个粮草跟兵马就会变少。王世坚其实可能真的是民进党最好的人选。还有暐瀚，国民党根本没有什么粮草啦。上次蒋万安在选举的，我知道国民党也没给他什么粮草啦。就是你说补充一下了哈，我不是很同意暐瀚的分析了，因为哈绿营的候选人争着要跟王世坚同框哈，这个可以谅解，可以理解。但是呢，王世坚1年下来，也只不过跟蒋万安拉近了4%，这4%是很有限的。那大家真的抢这多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王世坚往中间选民开拓的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厉害。还有第二个问题，我要请教你，最重要的就年轻这一块，20到30，30到40就不是那样了，就渐渐的就远离这个王世坚了。那我请你把 TVBS 10年前的民调拿出来看看。现在的30到39就是10年前的20到29啊！哦，那我请你，10年的时间是让这些年轻人更成熟，还是使这些年轻人更腐化？哎 ，That's a good question， 让朱生知道。好，我们看10年以后怎样，对不对？休息一下再回来。我跟你讲。好，行政院如果不执行新版的财政收入划分法，国民党、民众党说要就他的责任，怎么可以不什么3读通过法律可以不执行呢？卓荣泰说，为什么要执行？如果董事会的要求是违法的，企业执行长会去执行吗？胡扯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只要总预算强化防卫韧性条例通过，什么都可以谈，但这个最重要啊。那另外呢，国民党团说，卓荣泰已经变成土皇帝了，怎么可以不通过呢？怎么不可以不执行呢？所以呢，牛许婷说陷入国政瘫痪，现在变成国政瘫痪了。黄国昌说这叫选择性执法郑少斌说，你们不满意就提不信任投票啊，你们敢提不信任投票吗？投不信任我们跟你解散重新改选啊，你们敢吗？你们不敢啊，对吧？我就是要干啊，要怎样呢？那这个绿营的这个学者，亲绿的学者说了，绿营有法不执，就算是恶法，你不执行，恶法依法，加速国家的摧毁，法治自我毁灭啊。那另外呢，联合报是说，从类独裁到威马时刻，赖总统还能假装没事吗？是怎么讲呢？他知道后面叫卓荣泰这样做的嘛。那张景森说呢，先说负责，再说不干。阁揆如果附属法律却不执行的话呢，这个说先说负责，再说不干，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法律上你如果要附属，代表要负责那你现在如果在有签名盖章，就是为法案背书所以呢，像这个总统说，如果你公布没问题，意思是说他入附属的话所以说现在说呢，这个总统公布以后，同一个行政院又跳出来说这个法律很可恶、违宪、违法，拒绝执行。那你前面干嘛签名呢？为什么说负责呢？后面说有问题呢？这样子的意思了那另外是他现在不附属，如果开2例的话呢，行政院跟立法院是永无宁日，一定会吵。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如果编了按照新的财划法来编，我们会增加2.1%的公债法的上限流量，所以行政院会变成一个违法编列预算的行政院。卓荣泰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直接告诉大家，我土皇帝卓大帅
我不执行，你奈我何？真的是一路承袭了赖皮总统的风格，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赖皮院长。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出在目前为止，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他不知道说他是没有人民授权的，他没有任何一张选票，他一张选票都没有。可是他要对抗的是每一个都是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他不肯承认朝小野大这件事情，他不愿意去面对朝小野大这件事情。我们去放眼国际啊，其实跟我们的制度最相像的是法国双手掌制。当然，我们其实当初在定双手掌制的时候，也有点点不伦不类的地方，我们就姑且不去谈那么细的一些宪政上的一个问题。可是，当法国的国会不愿意通过总理所提出来的预算案，是总理请辞，他绝对不会赖皮的说：“哎呀，我不管。”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的预算案，你这个国会过不过都跟我无关，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的。没有这样子的土皇帝，在全世界你找不到这样的土皇帝。大家说高市早苗的声望非常的高，那民意声望非常的高，可是他在阻隔之前，他就必须要小心翼翼，因为他自己是他的政党没有过半嘛，他就必须要去找好公民党退出了他的这个联合执政，他就要去找参政会，然后请参政会跟他合作，再挖一些无党籍的这个议员，让他可以过半。就是所有全世界的国会运作都是如此，就是你要想尽办法过半，过半了之后，让你的执政的意志可以贯彻，那这样子你才可运行。如果今天你在国会朝小野大，然后你还要压霸行事，那就是独裁啦。全世界就是纳粹的时候，希特勒就是这样搞的啊，他就是这样做的啊。你是卓荣泰想要学希特勒吗？你不知道说全世界这种国会朝小野大，你就必须要寻求在野的合作。你如果寻求不到在野的合作，你只能自己请辞。至于钟嘉宾说啊，那你就提不信任投票啊，不信任投票，国会改选完了，然后蓝白继续是多数，你换了一个行政院长继续赖皮，那劳师动众的是这一些立法委员。可是你对于赖清德也好，以及他后面要提名的行政院长，或者他要换掉的行政院长，一点杀伤力都没有，这是我们宪政很大的问题。所有全世界的宪政都是一样，你要有民主的信仰，你就会遵循规矩，不破坏法治。但如果你没有民主信仰，再多的法律都限制不了你。今天的卓荣泰，再说一句，你一张选票都没有。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他在立法院不过半，但是他还把他自己当成过半硬干，其实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跟你杯葛。8次复议，不是这样子吗？是没错，他已经是史上复议最多，他恐怕是超过所有前任的行政院院长。我们刚刚听到卓荣泰说什么，他真的是用威胁的口气在威胁整个立法院。他说，只要通过1.25兆的军购，什么都能谈；只要通过财划法，什么都能谈。难道我们民主是这样用威胁来的吗？你连这个军购预算里面是什么东西都不晓得，就要拿这样子的话术来威胁整个国会？卓荣泰院长不会太阿爸了吗？而且呢，他过去还说过什么？他在这个隔了1年才通过、才提出来院版的财划法的时候，他一样在威胁立法院。他跟立法院说：“你们要试算表是不是？没关系啊，你们让我来国会报告，或者是你们通过我的财划法，我就把我们的试算表给你们看。”难道我们的民主真的是这样威胁来的吗？我认为卓荣泰院长已经是非常非常顽劣的一个分子。3读通过的法案他可以不执行，然后呢复议被否决的他也可以不执行。他真的是把自己做到比立法委员还要大，比总统都还要大。难道我们的法治国原则可以这样不遵守吗？行政院长可以这样子，总统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在告诉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国民说，你只要不爽，你就可以不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我们的这些最高的领导人是这样子在教育台湾人的吗？另外还有一个点他的话术治国让人家听了非常非常的不耐烦，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无心治国的一个行政院长，也是一个无心治国的团队。那么他刚还讲了什么？我们再回到之前，他说非核家园的这个问题，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严肃的能源问题。结果他说非核家园我们重新定义，请问你要怎么样重新定义？非核就是不要核能，请问非核这2个字你要怎么样定义？卓荣泰，你还要话术治国多久？如果按照你这样子的话术，什么东西都摆烂，什么东西都不要做，核能永远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我们的能源永远不够，你还要欢迎辉达来吗？你还要用 AI， 然后呢去创造台湾的第2个护国神山，或者是另外一个可以起飞的兆元产业吗？这样子的话术治国，一再的用话术、用威胁、用欺骗的瞒骗国人，真的让大家觉得这个政府我们还要
继续被他带领2年，未来的台湾到底会走到哪里去，让大家不敢期待？其实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的是哦，7月26号跟8月23号呢，全台湾的民众啊，已经用实际投票的行为啊，跟民进党讲，你用行政院啊这样子来跟立法院对抗，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惜造谣，不惜违反宪政这个原理啊，不惜用尽所有的方法，你就是要抵抗国会多数不在民进党手上，而在蓝白手上的事实。民众已经告诉你说，大家不是傻瓜，大家都知道你的恶劣，所以大家不接受啊。那你不接受了之后，你卓荣泰没有下台，还用同样更加强硬的风格，继续的跟立法院对抗，然后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呢，继续不肯执行，然后继续要抗衡到底。那对民众来讲，民众有什么选择？我只好一直投票让你输嘛，对不对？只要一有投票的机会，我就用选票来表达我的意见，说民进党你错了嘛，我们选出蓝白。在立法院多数帮我们捍卫很多权益，帮我们把很多错误的这个立法或错误的政策矫正。那最大的案例就是发1万块现金嘛，对不对？当时那个在反对罢免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说，只要大家投票把这些立法委员保住，那个1万块退税的钱就可以发给大家。就有没有成真？成真了啊！大家都拿到这1万块了。所以我实际要讲的就是说，民进党一再重复一个无效的政治操作，而这件事情已经证明了台湾选民的智慧不是那么可以被你愚弄的。他知道道理，知道说这个案子譬如说财划法的问题，大家知道说我们把这个中央的权限多一点到地方，让地方用公示的好好的保证地方的钱能够为民众第一线的做更多更好的福利，这个是民众要的啊。何况明年2026就是选县市长啊，你今天你这么强硬的，你这个法也不执行，那个法也不执行，然后就是要来强加说你1.225兆的这个很空泛的不知道内容是什么的庞大的军事预算非过不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不会买单。主持人，我补充一下，今天台湾有3个问题，一个是两岸，一个行政立法的恶斗，第3个就是不成议题的这个蓝白合。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行政跟立法的恶斗，那当然是根据增修条文啊，增修条文是很有问题的，它的始作俑者是你最讨厌的李登辉，而且是独派最崇拜的李登辉。那李登辉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内，因为没有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就一来一往，对不对？那行政院已经提出复议了，所以行政院完成了。那蓝白否决了，蓝白完成了啊，这个案子是不是回到行政院？那行政院院长周荣泰说我不执行。这个算不算他的回答？不是，因为增修条文里头没有这一项。你要么接受，你要么辞职，你要么提到宪法会议去解释。没有说我不接受，我不做啊，那就完了。所以呢，蓝白现在不要犯一个错误。蓝白现在说好像责任又回到我来因为你不执行啊，是不是回到？不是，他的不干，他什么都不做。这个没有这一项，增修条文没有这一项，我觉得这是蓝白要想清楚的。你要逼他，是你要选择，你还没选择，因为不做不是选项啊。我刚查了一下，我刚才干嘛？看资料，37年行宪以后，我们一共有34任的行政院长，不算卓荣泰。一共提出多少次的复议呢？13次。他老先生一个人就搞了8次，还没结束了，还将来还不知道要提几次。就他一个人，过去那么多年，你看从民国3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换过所以30有人可能重复了一任又继续连任了不继任不多了，但就算34任里面只有13次复议，卓荣泰一个人搞了8次，才多少年啊？他1年多嘛，就他这个任期才1年多啊，不是去年520才就任吗？
到现在为止，你不能都说是总统蔡，这个也是总统认可的啊。我当然我知道，不过他是行政院长，我讲以前的行政院长也可能是总统认可嘛，但是因为那是很大的事情，对现在来讲，复议是很重要的事，复议不成，可能叫做修宪，叫这个释宪啦，对不对？是很大的事情了，不轻易提出来的哦，提出来以后。其实你复议如果要提复议不成，行政院都应该辞职下台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以前。好，那因为他们用那个叫小局啊，小局书，全民安全指引，所以要进行全台宣讲。告诉你们多重要！遇到灾难的时候该怎么办？遇到老公要打来怎么办？刘世芳说要先从非6都的16县市开讲，为什么呢？他说非6都老年人比较多哦，他们比较不在都市里面，所以呢要告诉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有安全能够指引他们啊。那第一场就在基隆庆安宫要开讲啊，那。谁来主讲呢？刘世芳主讲啊，女主角上场，就是今天早上10点在基隆庆安宫哦。那他们每一场呢，他们预备号召200到300人哦。那一共要举办16个县市嘛，除了5都以外16场啊。那另外呢，这个小局书分4梯次要在全国普发，内政部说明年1月5号以前要发送完毕啊。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曾经骂刘世芳双标，哦，把小红书封了，现在发小局书，就问他说啊，你现在把小红书封掉以后 ，LINE 跟脸书跟 LINE 的打诈成效如何？到底怎么回事？那刘世芳说，我们最近就会邀请 LINE 啊等的这些平台的法律代理人来会上，我们怎么样防诈啊？因为只把小红书禁掉，而且小红书才1年多才2亿的诈骗。我们台湾现在一天4亿的诈骗，1天4亿，哦，去年被炸掉大概1300亿，2亿，哦，那刘世芳说，政府评估有替代小红书的平台可以使用，不要担心哦，没有小红书，我没有别的哦。那另外呢，苗博雅更绝，说俄乌战争有什么了不起的？乌克兰大多数人还是维持正常生活，打了。快3年了，什么快3年？快4年了。哦，乌克兰呢没有被占领的地方，大多数人还正常上班上学。乌克兰已经1000万人都已经流离失所，都跑到哪里去？这讲什么东西啊？无血无泪。你在讲什么？那边本来4000多万人，现在只有2000多万人，1000多万人死了，几百人1000多万人跑了，几百人死了。什么叫做两岸打了没关系？就算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假设金门马祖被攻击，国军要迎战，但台湾本岛还会正常运作，没干金门马祖管他哦。是啊，说呢，台湾如果开战，马照跑，舞照跳，乌克兰这个就是这样子。网络说你鬼扯嘛，台湾跟乌克兰土地就差了16倍，乌克兰还可以用什么东部打，你台湾一来你怎么办哦？那这个苏伟硕医生是酸苗博雅说，哦，你是举世罕见的人才哦，老共打台湾，大家可以继续上班上课哦。在讲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内政部长刘世芳担纲主讲，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首场基隆开讲。国防部印好了后，在12月15会在咱基隆这个所在全面来普发。后续包括云林、屏东，内政部说每个县市都会选定一间公庙承办，一共16场，每场预计号召200到300人。小局书展开全台16讲。至于小红书，政府坚决挡下。民进党其实就是假借打诈的名义，在实际上操弄意识形态，所以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打诈，真实的目的你讲出来就好，不要欺骗民众。因为先前行政长卓荣泰说小红书伤害言论自由，让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政府此举别有目的，反中反倒变共产党。而刘世芳回击，难道是反对打击诈骗？蒋万安再轰，根本是政治目的。我不针对个人来回应了，那有的人就会质疑说，那其他包括 LINE 也好，脸书也好，有没有处理？有。
这2天呢，我们的打诈指挥中心就会邀请这4个这个主要的这个法律代理人呢，到这个我们的办公室来检讨一下。你硬凹说，今天其他社区平台在台湾有据点，有设立分公司可以要求改善追回金流，但今天你追回了多少金流？你打诈的成效如何？因为就连民进党自家人沈伯洋都说，小红书虽然有大量资安问题，但这都不是他被限制的原因，是因为目前都没有法律工具可以直接限制接取网站。老沈，其实刘世芳大家都误会了，他从政的资历很长，他是一个老民进党，所以他兼有2个这个本质啦，一个就是很意识形态很强。恐怕跟赖清德差不多。那第2个呢，他很官僚，他就从这一次是要在公庙里头落实这个政令宣达，我不反对。为什么？因为公庙跟教堂相比啊，公庙大概现在是民间就是说分布的这个最广的。但是问题是，你一个县市一次公庙的宣达，新北市1家公庙。连江没有到新北去了，他不要到6都。那个什么澎湖也1家公庙，就16县市16家公庙，一次200个到300个，这个就很奇怪，你这个就敷衍，就是官僚，以为每一次来200个，我就达到我的目的了，这个好奇怪啊！来，亮君。我想这个刘世芳部长在各地的这个宣讲其实老实说，我是觉得是非常支持因为其实很多民众也跟我讲到说，他拿到了小局书，然后之后他应该还要再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后续就是说我们现在针对整个大家全民对于自我防卫意识的提升上面，整个怎么样去深入民间、深入社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小局书里面所包含了除了这一些，你比如说避难包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或者是遇到灾害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很多具体来说，因为过去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紧急的状况嘛，所以对于哪些状况会发生，他会需要用到这个指引手册里面所需要准备的东西、物品，甚至是这一些行动。那其实大家是很空泛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更具体的说明，让全民更能够理解，面对灾害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这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小局书这个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因为有过以前921地震完全没有电的那种采访经验，所以你到时候要装电池听收音机，我那时候就是广播记者那大家要拿起来看一下，到底里面我如果现在没有水怎么办？这个指引我是支持的，而且它1本是5块多。好，那现在下去宣导 ，OK， 这是小局书，但小红书一样是内政部。我这2天也有跟大家报告我的看法，小红书它有没有诈骗？有。它的量没有脸书那么多，但最重要一点，我理解为什么要把它封掉，就是说因为它没有法律代理人，所以如果一旦有人被诈骗，我找不到对口，就申诉无门啊。可是因为它的使用者其实都是比较于偏向说可能法装啦，或是什么样的手作，它不是在谈政治的。你只要告诉民众说，这个小红书我们是找不到，如果有人诈骗的话，后台资料那个人的 IP 我们查不到，但是把它封掉，我觉得对我们民主言论者来讲。你然后公告啊，什么宣告啊，然后公告啦，然后开始1次2次什么，他不能一下就给他停掉，这法律程序还是有，你还是个法治国家嘛，来方君。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平台在台湾本来都不设代理人，但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说你不设代理人的话，我们就要把你封掉，几次下来他们就设代理人了。那小红书有经过这样的程序吗？没有啊。所以这就是大家所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不过没关系，你封了小红书，现在已经有一堆在网络上面教大家如何翻墙。然后呢，而且你会发现激怒的恰恰就是那些政治上面比较冷感的人。但是我想要提醒一下，就是未来的战争呢，对台湾来讲不会再有什么金门有战争，然后我们在台湾没事。No， 相反的，金门可能战争的情况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台湾本岛的战争是比较危急的。乌克兰战争，乌克兰的这个土地面积是我们的16倍，而现在呢，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已经是台湾的3倍了，请认清楚。以前有一个卡通说丁丁是人才，我要说苗苗是人才。有了苗博雅之后呢，我们大家都刀枪不入了，真的是很棒。刘世芳现在在民进党的